好，来看看来自于我们的卡普康啊，卡普空神作《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啊。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电影都看过吧？异形就不用多说了啊，包括什么普罗米修斯啊，就异形前传啊，什么包括这个普罗米修斯2，对不对啊？这都有，还有很多外传啊，咱们都看过。那么铁血战士呢，其实也是有电影的啊。铁血战士呢，也是个外星人啊。但是呢，这个铁血战士呢，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像好人一样。但是事实上呢，我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这个游戏就是按照所谓的这个铁血战士，他也是个对吧？愿意杀人啊，只不过呢，他能沟通。然后呢，咱们看电影的时候挺恐惧的，就是他又会隐形，又会干什么的啊？就各种猛。而这次呢，跟大家伙讲的这个游戏呢，叫《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咱们可以选2个人类作为主角，也可以选铁血战士作为主角，两种铁血战士啊。咱们这是手里拿着这个你管它叫枪还是叫什么的啊？我不知道你大伙懂不懂啊？这是一个有点像烧火棍啊，丐帮帮主啊，一个打火棍法。而这个铁血战士呢，你可以看到伤害非常的爆棚。很多人说小狼，你这个速通肯定是玩的简单难度，但是我告诉你，玩的是最高难度啊，困难难度。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咱们这个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冷漠啊，一个冷漠啊，这个来给大伙表演的。而这里面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铁血战士的这4个人物呢，在快打先锋 LNS 系列当中也有出场啊，3.0版本以上就有这个人物出场了。而这个铁血战士的也是挺厉害的啊，我也经常喜欢用这个人来打这个打的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既然他的名字叫异形大战铁血战士，这个异形说明就是反派了，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异形是吧？但是咱们选不了，所以说异形就是咱们设计的关卡，异形就是他无法跟人沟通。啊，他无法跟这个人沟通，他是对吧？非常的暴力，什么这个抱脸虫啊，那个的啊，所以说你选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肯定是坏人啊。所以说咱们作为他的对立面，所以说铁血战士呢也可以选，那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当然，铁血战士确实是变态啊，玩这个游戏就得玩铁血战士啊。那2个人就是我感觉就是龙套啊，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你既然游戏是这么设计了，肯定是这个意思。好了，居然还能有中文字，然后。这个铁血战士还能说，铁血战士说英文啊，感觉全宇宙都在说英文，我也是服了，真的，咋的吃翻译魔芋了啊？这铁血战士也能说英文的啊？好了，看看，对呀，铁血战士其实也不是啥好人，对吧？铁血战士是什么呢？他能跟你沟通，他是有刚才那个雷看不看见？那个雷像不像惩罚者里面的那个雷？他的那个风格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我就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铁血战士呢，最起码他这个文明嘛，还有文明。异形呢，其实他是没有跟你沟通的能力的啊。他说白了，异形呢，虽然说生命力非常强悍啊，繁殖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攻击力也强。缺点是啥呢？缺点是这个异形嘛，就是说白了，他就只有一个字儿，就干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干，就是为了生存啊。对，其实最开始咱们看电影那个铁血战士不就是吗？啊。这个狩猎人类啊，当然这里面这个铁血战士咱就是好人啊，好人啊。女的连招比这个还炫，那4个人物在 LNS 3.0 里都有，但是铁血战士你玩这个你不得爽一下是吧啊？但是这里面呢还是一个动作游戏，你要真把铁血战士的科技表现出来啊，那太难了。铁血战士科技啊非常的彪悍啊，我操，这还你管这个叫镭射眼吗，兄弟们？这个算不算镭射眼啊？冰晶型镭射眼非常的凶狠啊！我就看那个普罗米修斯啊，就做的非常好啊！真的，那个电影第2代啊，我就不说了啊。第1代啊，就是咱们那个里面那个主角，其实都说主角是人类的这个人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主角就跟第1代、第2代都好，主角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啊，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就演那个万磁王那个演员演的那小演的啊，对吧？他演的那个人就是。他这个异形的剧情就是演到这个普罗米修斯，我觉得一下就升华了，你知道吗？升华在哪儿呢？就是讲这个什么人类的起源呢？这个异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啊？对吧？就好比就人类起源的那些人，就是那些啊，就是体型非常高大、长得特别白的那些人，那些人呢，就可能就是生命是咱们的人类的这个生命啊，是他们赋予的，但是他们也为了永生，他们也不会永生的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攻破不了这个怎么才能永生，而这个异形可以永生，但是异形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啊。就比如人类也好，人类呢自己是不能永生的，
但是呢，人类制造的这个，对吧？这个人工智能是可以永生的啊！你怎么说？这个都是这样的啊，就有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变态啊。好，来看看这个《三国群英传8》，好像据说好评不咋样啊，很多人都说像那个一个手游，有点像一个手游，跟那个手游一样的那种感觉。好了，可以看到这个武器都能打掉啊，这里面感觉有点像《西游轱辘传》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武器都能打掉。What's this in human？ 人类。哎，你看这是小抱脸虫，是不是啊？这也不能叫抱脸虫了，这个小虫子也可以附体，看啊，相当的变态啊。第二步的话呢，就是什么呢？第二步的话呢，就是人类创造了它啊，他觉得自己很完美，但是呢，他又觉得自己更不完美。就是我要创造一个比我还要完美的东西，这就是异形，对吧？而且他甚至要毁掉自己的这个他要设计自己的祖先嘛，对吧？他要实现人类，超越人类，对吧？甚至他觉得人类是一个失败的产物，他觉得这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最开始那个人类的祖先啊，到地球上最开始不叫阿尔法吗？一个叫阿尔法，一个叫欧米伽，对吧？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啊，反正是这个意思。一个叫起源，一个是毁灭。反正总体上来讲，他觉得就是制造人类的这个对吧？这个大神啊，外星人，对吧？就人类就是他制造的这些人呢，他觉得他也不完美，他就放出异形，把这帮人也就是母城也给毁灭了啊！你想想啊，被制造的人，然后毁灭的，你说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啊？就是非常的赖啊，是不是？这很正常，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比如说，咱们经常会有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忧患心理。咱们经常会有人说啊，如果人类做这个人工智能，一旦这个人工智能，对吧？这个不受人类控制了，他把人类毁灭了怎么办？一个意思啊，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啊。你想想是一个意思。包括很多电影也有这种反思，比如说啊，丧尸，对吧？我记得当年看那个叫什么《我是传奇》呀，对吧？是威尔史密斯演那个，就是对吧？就是全是丧尸了。就剩城里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那种，当然结局有好多个啊，结局有好多种啊，其中有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丧尸过来是来救人的，对吧？他把这个人救了之后呢，他把这个丧尸给放掉了之后啊，不拿他做实验了。这个丧尸是有灵魂的啊，有这个情绪的，他就对吧？他就把这个威尔史密斯给放走了，有这个结局啊，也是导演版的专有结局，大家伙知道吧？啊，就这个结局。那他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觉得人类被这个病毒感染了是病，但是病毒不这么认为，病毒会认为什么呢？他认为我们这个丧尸是进化，我们才是未来该有的样子，知道吧？就好比这个异形，对吧？咱们制作的这个人，他把异形把这些人类毁灭了也好，把这个制造人类的这个远古级大神毁灭了也好，都的目的就是啊，你们不够完美啊，就拉倒了吧，结束了得了啊。就跟咱们这个地球上的历史也是啊。根据这个史学家分析，早期啊最早的这个人类啊，智慧有文明的人类，他的脑容量呢是700毫升的那个人类，叫什么人我忘了，反正呢不是现在这个非洲的这个智人啊，这个智人呢为什么最后呢，对吧？他就统治世界了呢？这个就是有这个生殖隔离，知道吧？他有这个生殖隔离，他直接把这个生殖隔离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你隔离不了的，那你没我聪明，你就再见了。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1.4升，相当于2倍于他，对吧？你懂的。啊，尼安德诗人，对，这个战五渣梦幻开局说的没毛病啊。好，可以看到这里面全都是异形卵，该毁灭毁灭。但是这个游戏做的吧，你看这个异形还有一定的机械感啊，这个做的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太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街机游戏啊，不像现在啊，咱们可以建模，可以建出那种非常逼真的那种感觉来啊，这种还有点金属质感，也没啥意思了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人类在地球上是唯一一个啊，就是有生存隔离的人啊，他就是有生存隔离，没办法啊。好，我们看看这边呢是连续的过关，这个游戏剧情其实还是蛮长的，你看这个女的啊。然后这个男的大汉也是力量型选手，然后这帮人在一起，你看这是合作啊，这是合作，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异形啊太变态了。这个铁血战士呢，虽然说不是啥好人啊，但是呢也是有好人的啊，对吧？也是有好铁血战士的。
这最起码要合作在一起的啊，就是大概是剧情是这么设计的。但是呢，你想啊，你说你看，包括这个人类也有坏人呢，啊，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啊？那你也就好比现在有好多人地域黑啊，比如说一旦有一个地方确实出现什么杀人犯了、强奸犯了，好多人就说，哎，他们那个地方人就这样，然后就把地域黑，像这种人就应该封杀，因为呢哪个地方都有好人，哪个地方都有坏人啊，对吧？对吧？你就对吧？你就包括你，当然你这异形确实是没有好异形啊，你就但凡我就没见过好的异形，反正是啊。什么是生殖隔离？生殖隔离就是，比如说，这个马啊，假设这个马跟老虎，他俩啪了，他俩能不能生出马虎啊？就这个人非常马虎啊，就是马虎啊，马和老虎生的啊，对吧？这边是熊，那边是猫，俩人生出熊猫，就是你包括你比如说马和驴啊，马和驴，对吧？能生出骡子来，对不对？能生出骡子来，对吧？你这个意思啊，它这个基因链可以重组的，知道吧？啊，你这个，但是你人和马，就是人和猪啥的，狗啥的，那。他就你试管婴儿也白扯，我告诉你啊，反正你知道这个事儿就好啊。这玩意儿咱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什么生物学家，也不是什么史学家的，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就好啊。就你用大脑，你用你的大脑想也能想出来啊。好多人说什么呢？就是想当年人类是这个猿人的时候啊，就还没有开发到智人的时候，就纯是动物啊。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据说是外星人，没有外星人的这个。关键的一环给你点播这么一下，给你输入这么一下，那么你永远都是猩猩，你就是这个，你虽然说你是灵长类，但是你最牛逼也就是灵长类了啊，你也就到这个猩猩这儿就没了，也不像那个星球崛起那种还凯撒啊什么的啊，但是呢，据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吧？这个几百万年以前有这个外星人过来这个也不能说几百万吧啊，这现在人的历史哪有几百万，几十万吧。但是事实上就有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苏美尔人是吧？他就是说有一个外星人，每3600年来地球一回啊，地球年3600年来地球一回，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帮他挖掘黄金，就世界上黄金储量是每隔3600年啊，这个外星人过来要收一下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里面剧情就没什么好讲的。其实作为一个这个优秀的格斗游戏啊，最重要的还是游戏的设计。这个你把这个游戏的建模换成别人了也一样，你就比如说咱们换成一个会用武术的棍子王啊，对不对？而且还有超能力，可以眼睛发射激光，还可以用武器。这个铁血战士换成一个，你怎么都行，只不过咱设计的是一个，对吧？铁血战士而已。如果你要全换成人的话，咱们就不叫异形大战铁血战士了。叫做对吧？街机异形1、街机异形2等等这种游戏的名称啊，对吧？你怎么都行，对不对？啊，人和猩猩也生不了，兄弟。人和你顶天就是人和猿人是能生的啊，就是早期的这个猿人也不能生，就类人猿都不能生，得是真正的这种人啊，就是你猩猩生不了的，大哥啊。咋的？你还嫌艾滋病不够啊？你还想跟猩猩干呢啊？对吧？这个事儿啊，好，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快速破坏掉这个机关啊，一个，我感觉这个铁血战士伤害非常高，但是单体伤害高的话，应该是个男的伤害高啊。对你点是什么山顶洞人、元谋人、蓝田人、什么北京人，这种人，对吧？你不能说是那种啊。人和马的给我看啊！孙悟空大战奥特曼是吧？这你把它设计成孙悟空也行啊，孙悟空复活了啊！有好多电影也这么设计的啊，一整就是挖出个坟出来，然后给孙悟空坟啊，一个虎皮裙儿啊，你操！好，这里面这个铁血战士，说句实话啊，还是挺帅的啊，真的。有超能力，北京人表示很干。这个人类发源啊，一定要跟这个水有关啊，水是生命之源。
一般咱们讲究这个人类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并不是说，比如现在咱们说什么中国人，什么古中国人，这么说是不对的，应该按流域来说。比如说咱们中国大陆的这片华夏子弟啊，它的起源应该叫什么人呢？应该叫对吧？黄河长江流域啊，应该叫黄河长江两江，对吧？就是两水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智慧文明，对吧？就按照这个说法啊。这铁血战士感觉蹦来蹦去的啊，速度非常快，这是一个敏捷型的铁血战士，相当的凶。而这个异形呢，你看啊，这个异形也是挺面啊。异形，你看他们玩的时候啊，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大神玩的时候，你们这个街机你们可以试一下，包括像那个什么战斗回路，就是这两种游戏啊，你们玩你就会发现啊，当你玩的时候，你就不像他们这么玩了啊，当你玩的时候，你会自己非常面的跟来的啊。这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为了狼哥下海先一手坠卡啊！今天我狼飘了，我狼今天卡的就是火箭，所以说办卡都已经不理了，是吧？没有啊，没有。好，你说看看这关的异形 BOSS 长得什么样啊？这个异形 BOSS 啊，说白了啊，就是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异形 BOSS 是哪个？有没有印象啊？其实吧，很多这种作品呐，就电影作品呀、小说呀，或者是游戏，它做出来这种形象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来自于人类最原始的恐惧啊，最原始的恐惧。最近呢，有很多人也开始反思了啊，为什么很多这个外星人都是八爪鱼型的呢？对吧？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说啊，这个外国人可能他这个做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以八爪鱼为蓝图的，好多人做梦到的外星人也是八爪鱼型的，这个就很难说了。这就可能是人类的潜意识，人类的基因序列在里面，就可能说真有外星人的话，也许要死啊。那有个加血啊，这赶紧加血。你看这游戏挺难的啊，挨打一下也挺疼，你以为你打人疼，他打你就不疼了，对不对啊？然后像很多八爪鱼，包括像那个什么啊，比如说像那个不是八爪鱼的那一部你也看过，其实ET，包括像那个你像那个合金弹头。都是八爪鱼啊，都是八爪鱼。然后咱们看过，我记得想当年吴彦祖还演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什么了我忘记了啊，反正是也是参演一个科幻电影。那个科幻电影说白了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啊，也不是纯伪科学啊。好，我们看看，你看这是铁血战士，这是有坏人啊！这铁血战士大战铁血战士啊，这哥们一看他名字就知道是个坏人，他上面写一个卖的啊。非常狂暴的这个铁血战士会隐身，你看，这就是当年跟施瓦辛格打的那个铁血战士，对不对啊？但是咱们无伤挑战他，这铁血战士怎么说啊？来的啊！我操，你还在自杀了！我操，这是日本的，这哥们肯定在日本待过啊！这哥们肯定是在日本待过，我操，有点东西啊！好，来看看第7关。51区真的有外星人吗？这谁知道呢啊？其实这玩意儿外星人这种东西吧，也许早就对吧？也许我狼就是外星人，或者说啊，其实咱们都是外星人啊，咱们都是外星人。这个是吧？是这个意思啊。或者说咱们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就是人工智能啊，就像很多人看那个什么西部世界似的啊。咱们这个地球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叫什么？叫地球 online 啊。咱们呢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啊，普通小老百姓啊。当然啊，但是呢，你觉得说我有自己的思想啊，我可不是什么人工智能。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思想不是设计好的呢？对吧？设计师非常精妙啊，把你的性格啊，对吧？故事背景啊，什么大纲啊，全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你到比如说你在2019年1月16号晚上一定会看小狼解说，对吧？一定会现在就现在拿起手机来，对吧？打开小狼解说直播间，然后默默呢点了一个超级火箭，然后呢支付宝付了20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狼送了一手超火，这个都是设计好的，对吧？是吧？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伙懂不懂我说的啊。然后呢，有一些玩家想挑战地狱难度的玩家，一上来就是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一上来你就是啊，就可能说家里非常穷啊，你可能是一出来呢，出生地呢不是在新手村，你是在什么阿富汗、叙利亚、北朝鲜、柬埔寨，或者说是
什么战争时期，哎，就可能是这个副本啊，可能是当时这个档啊，或者说是你可以选择这个啊游玩方式，比如说你一出生啊，当你意识到自己在的时候，哎，我怎么姓王呢？哎，我怎么叫王思聪呢？我为什么叫王思聪啊？哎，怎么回事啊？等到我18岁的时候，我爸告诉我啊，我有钱啊，家有，好吧，我家里有的是钱，好吧，对吧？啊，怎么说？还有盗号的啊，盗号的，你辛辛苦苦养了个号，比如说你先去杭州师范大学啊，杭州师范大学，你辛辛苦苦养了个号，你姓马叫马云，养个号啊，创建了这个对吧？这个中国第一大财富工会，结果呢号被人盗了啊，结果呢就是你突然发现，就突然你灵魂转到，对吧？转到这个什么16几几年，你变成一个小老百姓了，你找到哪说不了理去了。对吧？你找到官说，我那个你好，那个县官，我是出生在对吧19几年的，我姓马，我叫马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了，人家直接把你抓到精神病院去了啊！那时候没有精神病院，但是肯定把你送到疯人院。然后这时候呢，有人把你号盗了，然后我叫马云，对吧？你咋整啊？这都是我跟你说，我这个脑洞啊相当大，知道吧？啊，好，我看这个铁血战士怎么说？感觉这个人物啊，他牛就牛在什么呢？他的机动性非常强，伤害差了一点啊。但是呢，你看他该用血杀的时候也用血杀，那个血杀就是蹲在地上练一个转棍，那是血杀啊，兄弟们啊。而且他练血杀主要是怕自己受到伤害的，因为被打一下啊，绝对是要比血杀一些要疼得多得多，你懂吧啊？直接送到阿卡姆疯人院，这个事儿也是正常，就有这个 F 线啊。对吧？假如这个世界是真的，你就像那个哆啦 A 梦里面不有那个如果电话亭吗？对吧？里面有经常这是神器中的神器，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漫威里面这个电话亭就相当于漫威里面那个混沌魔法啊，就是那个最近不是有那个新剧叫什么旺达与那个什么幻视那个是吧？啊，就是万磁王的女儿啊，万磁王那个女儿她有一个力量，就是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变成真的，那就是如果电话亭的这个模板，对吧？假如这个世界是存在的，比如说，假如我们的时代就是火影忍者的时代，对吧？你可能你一上来你就拉仙干了啊，你就卡什么西多基兹啊，你一出生发现自己眼睛为什么变红了呢？还有个勾玉血轮眼啊，你这玩意儿这个意思啊，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呢啊？好。这个铁血战士太敏捷了啊！这绝对是一个敏捷型英雄啊，勉强还可以打，非常爽。漫威英雄打得过哆啦 A 梦吗？如果哆啦 A 梦智商没那么犯二的话，如果没有大雄这个猪队友那当然大雄也不能算猪队友，大雄还是猪队友吗？那大雄在日本漫画里面啊，他的这个据说他的枪动数是排到第1位的啊。他的枪动数排到第1位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枪动上战胜他啊！他还有很多绝学，什么翻花绳、秒睡、下棋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大雄也不知道啊，就是啥不行，但是射击绝对是这个啊！好，书店没有你我不看，吹牛逼能打吹牛逼！我跟你说，谁能打得过哆啦 A 梦？打不了啊，真事儿啊！你就包括你就是体育老师也白扯呀，对不对啊？好，要死了，兄弟们啊！有难度，刚才有点小失误，没有补血。这有箱子，我们看看。我感觉这个镭射眼相当狠。好了，还有没了，零，我们看看。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补给啊。上面有一个橙汁儿，镭射眼是要消耗的啊。我去写书啊，我这个大脑是赖逼是不是？我也不想啊，那谁让我就是脑洞大呢？哇，一个大腿，我真的相当的香啊！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大腿没有88块钱一只卖不下来，真的啊。好。这家伙是，我想说，人类的反派还能跟这个异形合作吗？我是真服了啊！就是比如说像合金弹头似的，你还能跟金星人合作，你也是真的无敌的，真的啊！好，
好了，感谢我们的 FBRKO 赠送的一手办卡，多谢，嘿嘿，嬉皮笑脸啊！对啊，关键是随机编，我这是现场编，你知道吗？没有做过任何的编排。我这个脑洞大就大在什么呢？就是我这人就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啊，这帮人就说：“哎，你怎么？”就是我就不用背稿，我也不用说念稿，说啥来啥啊！我不会的，我就对吧？我还必须得说这个话题，但是我还不会这个话题呢，我就巧妙的，不是说是绕过这个话题，我可以巧妙的利用其他的知识来弥补这个事儿，我就直接，这就是我赖逼的地方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敌人的敌人是盟友嘛？那他大哥按照异形的设定，他根本不会跟你谈智商啊，他唯一听懂的语言就是暴力嘛啊，对吧？我狼没学哲学，怎么可能 ？As we can 啊！哦，全给他，对不对？哲学肯定是要学的啊，尽管哲学现在已经灭了，哲学现在也没人看了啊。以前我记得几年前，我记得10几年啊。那个时候哲学哇哇的啊，还差8个人头过4星，今天晚上能过4星吗，兄弟们？能过4星吗？4星我狼啊，4星狼可能是有那个热量加成是吧？啊，流量加成，我狼早晚会成为斗鱼这个像样直播间的，对不对？因为就我狼这个逼逼赖赖这个小脑洞啊，小嘴皮子。一般来讲呢，在整个这个全网直播平台，没几个人能磕碜过我，对不对？啊，就是干好了，可以看到这玩意儿挺恶心啊，这东西你看啊，可以咬人，一顿搓地板，免费礼物不算的，好像就是送一个1毛1毛也算，是不是啊？好，这个游戏啊，它玩的是速通，如果玩的是那种就是正常通关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挺好玩，就是不是说挺好玩，好玩是肯定好玩。我相信时间不会这么快，咱们用了20多分钟啊，不到30分钟就能通关啊。好，感谢我们的 GARNETT32234赠送一手办卡，哎，大家刷1毛，这1毛也算啊。但总值最难刷，总值今天已经让那个小狼佐斯是吧，全刷出来了啊，总值已经刷完了啊，就差这个什么了啊。哎呦！好，这个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反派啊，这个最后这个反派居然是这个这个不叫地中海了，这个就不叫地中海了，这个就叫前秃噜壳子，这个叫前秃噜壳子啊。这里设计的还是一个白人，但是看装扮有点气突苏啊。这种感觉，反派是瓦隆，对，他这个头型确实是瓦隆头型。好，我们看看，哇，太残忍了，兄弟们，又是金属质感的这个异形母体啊，看没看见，兄弟们啊？这个我就跟你们说啊，你跟恶魔合作，最终有好处吗？没有好处的，你总以为你能控制住恶魔啊，最终呢还是被恶魔所反噬了，对不对？不要扯这个事儿。好的，哇，4、3、2，一顿原地血杀是吗？不是，好，这个成熟的这个雄性啊，这个效果，拿枪突突，有难度啊，几下就能秒咱们呢。相当难啊！踢回来一脚，他要上天了，好，落地，直接 K 死了。那将军死太惨了，直接被拉2半了啊！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 Mission all over 啊，任务结束。相信大家伙儿也都是没看过这个游戏通关吧啊？这个冷漠呢，我看他全程打的吧，还是确实有点快啊，而且就是确实狠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人物看起来操控性啊不是那么太强，有秀的成分。最牛逼还是这个力量男啊，这个比较屌一些。好，飞走了，看没看见啊？
明显是什么呢？我来帮你了，就完事儿了啊，对不对？我去玩这个有点死老惨了啊！你们有没有会英文的？我说句实在话啊，我都还给英语老师了。本身我学的就是非常入门级的英语啊，你不要嘚儿。好，那么在片尾的最后啊，也是感谢咱们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的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吧。我们下期再见。可以看到啊，直接把这个球炸了，看没见？直接炸掉了啊！完美的把这个事情要解决。但是异形哪有这么点儿啊？有各种异形星球呢，还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